上一期我们为大家制作了真空泡菜的做法，还有很多小伙伴说让我们尝试一下辣白菜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制作。今天它就来了，还为大家解锁了其他几种用真空袋发酵食物的方法。上一期节目中评论区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真空袋是否安全的问题，这也让我们有些担心。于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目前在网上能买到的真空袋大多是 PP 材质。PP 材质就是聚丙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饮料瓶、药瓶、盘子、玩具都会用到 PP 材质。它也是5大塑料材质中耐热性能最好的，它的溶解温度在160度。PP 材质除了能被浓硫酸、浓硝酸侵蚀外，对其他各种化学试剂都比较稳定。缺点是受到阳光的照射容易被分解，所以 PP 材质的真空袋还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亚硝酸盐，所有的东西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人体一次性摄入亚硝酸盐0.1克会导致中毒，1到2克会导致死亡。听上去是不是很吓人？可是1公斤熟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只有不到30毫克，1公斤腌制蔬菜中亚硝酸盐不到20毫克，而1公斤剩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不到10毫克。也就是说，你一口气要吃掉6斤熟肉、10斤腌制蔬菜、20斤剩菜，才有可能会导致中毒。最主要的是亚硝酸盐的生成需要氧气的参与，抽真空的方法刚好避免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辣白菜的做法我们尝试了好几种。首先说配料，我用了1000克的白菜、30克的细辣椒粉、20克的粗辣椒粉，一个140克左右的苹果和梨，20克小米辣，200克红辣椒，21克的姜，23克蒜，5克盐，3克糖。我们提供的食材配比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食材的比例。把所有的食材放在料理机里打碎，然后均匀地抹在白菜的每个叶片中间。用真空机的湿抽功能，可是没想到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然后我问了一下真空机的客服，原来家用真空机只能抽表面有水的食物，辣白菜的酱料含水量很大，真空机的湿抽功能也不能满足。但是商用真空机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剩下的一半白菜我就直接放在盒子里自然发酵了，这是5天以后的状态，里面的状况更是不堪入目。可见空气中的杂菌是非常多的。我们又尝试了一个方法，除了辣椒粉以外，不把食材打碎，只切成大小合适的块儿。这次还在里面放了一点红茶，利用里面的红茶菌能够更快速的发酵，还能增加一些风味儿。这次真空机果然很顺利地完成了真空状态。大家可能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抽真空呢？抽真空的目的，第一是把里边的空气排出，最大程度地为厌氧菌提供生存的空间；第二是蔬菜在负压的状态下，组织已经被破坏掉一部分，容易缩短发酵的时间。这也就是评论区的很多网友在用真空机做四川泡菜的时候，出现了蔬菜不脆的原因。所以在做四川泡菜或者酸黄瓜的时候，建议大家用真空盒或者有真空阀的保鲜袋，这样的真空泵吸力没有那么大，既能把空气里的杂菌抽干净，又对蔬菜的组织结构不会产生破坏，这样就能保证蔬菜仍然处在脆的状态。这个实验我们没有做，但是从原理上推断是没有问题的。小伙伴们赶紧操作起来吧！这是辣白菜24小时的状态，白菜已经变得很软，出现了很多水，发酵已经开始，看状态比酸菜还要快。发酵的过程中不一定每次都会发生胀袋的现象，乳酸菌会产生少量的气体，如果在某一种食材中有大量的酵母菌，就会产生胀袋的现象。这时候并不是发酵失败了，只要把气体排出去就可以了。
辣白菜不需要发酵时间太长，否则白菜的酸味会很重。48小时后有一点点酸，不过味道是非常的丰富。吃不了的可以放在冰箱里继续低温发酵，味道会越来越醇厚。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做了腊八蒜的实验。去皮后，把大蒜的根部切掉，不要把有泥土的部分带进去。再倒一点点白醋，倒多了，家用真空机又会出现辣白菜的现象。这是发酵24小时的时候，大蒜的根部已经有些变成浅绿色，只需要在常温的状态下进行发酵。这是第15天的状态。用独头蒜加心里美，再倒一点白醋和糖。10天后你会看到这样的状态。这是我们发酵的芥菜，这是雪里红，都很好吃。除了正常的发酵以外，我们还为大家解锁了独头蒜的另类做法。独头蒜不要去皮，直接装进真空袋，然后抽成真空状态。把家里不用的电饭锅拿出来，在锅底放一个隔热的东西，把电饭锅放在保温的状态，盖上盖子，温度大概能达到60到70度。10天后，你会得到吃起来甜甜的黑蒜。没有经验的小伙伴在家里制作发酵食物时，控制温度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可以找家里靠近热源的地方，比如冰箱散热器的旁边，温度大概能达到25度以上。还可以买几十块钱一个的恒温箱，或者烤箱有发酵功能的，可以调到合适的温度。好了，大家赶紧去尝试吧。还有很多的真空发酵的方法，还是留给小伙伴们去解锁吧。